这就是天下闻名、贵州大名鼎鼎的梵净山。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，很多人视它为人生必爬的一座山峰。这里屹立着很多数亿年形成的巨石，很多人觉得梵净山非常难爬，不敢爬。今天我带大家亲身体验一下。这就是梵净山的红云金顶，几乎直上直下，拔地而起，垂直高差高达100米。人们沿着天梯，有一些地方几乎垂直90度往上爬。山体上半部分一分为二，由天桥连接，两边各建一庙。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灵性大山。但我想，只要你想攀登，一定可以完成。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梵净山景区门口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也迎来了很多的游客。这是梵净山的游览图，需要坐观光车、缆车加徒步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足够的体力，也可以不坐缆车，省140块钱。现在梵净山实行半价优惠票，门票加景区车票70元。现在坐上了景区车，景区车这段路程大概要开10公里，所以这段路程是没有必要徒步的。这段路都是山路，9曲18弯。景区车都是中巴小面包，大约开了15分钟，前面到达了缆车站。登山可以选择乘坐缆车，往返140，如果不乘坐缆车，大概要登6000多级台阶，3.5公里。据说单单缆车的这段徒步线路需要耗时4小时。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是乘坐缆车的。今天登山的人很多，一个车厢6到8人。缆车的长度很长，垂直爬升高度也将近1000米。就是这样的缆车车厢。在下面这些茂密的森林里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和植物。很快可以看到远处山顶的几座奇峰了。注意看左侧，那个就是红云金顶，梵净山最具标志的一座山峰。前面到达了缆车的终点站。千万不要以为下了缆车就到山顶了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登山才刚刚开始。今天的游客真多呀，估计都是看到天气预报晴天而特意赶过来的。下了缆车要走一段这样的林中木栈道，也有一些小的观景休息台。这是老金顶，这是梵净山的老金顶，也非常著名。这段栈道大概要走40分钟，体力或者膝盖不好的，也有选择坐滑竿的。坐滑竿，滑竿的价格全程大概要400块钱。如果中途累了再坐，估计也可以砍砍价。来，搞琵琶夹了啊！滑竿的终点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位置有一个大平台，左侧可以看到这个红云金顶，非常清晰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人啊？哎，来了，还真有坐滑竿上来的。这是爬山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，
左边红云金顶，右侧就可以看到老金顶，两座山峰遥遥相对。这里有很多形成于1万年前的巨石，其中最著名、最具标志性的是这个蘑菇石，外形酷似蘑菇，高大概10米，亭亭玉立，看着像一触就倒，其实岿然不动，已经在风霜雨雪中飘摇了10亿年。从蘑菇石这里有2条路选择，右侧是去老金顶的，先经过了九黄洞，前面这条路是去老金顶的。不过很可惜，老金顶正在维修，大概7月初才可以重新迎接游客。去老金顶的旁边一条小路是去拜佛台的。去拜佛台的游客很少，从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红云金顶。今天是大晴天，从山上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远处这个红云金顶。这边就是拜佛台，也是半山腰上一个视野比较开阔的地方。上面就是刚刚经过的蘑菇石。贵州一共有5个世界遗产，其中4个是世界自然遗产，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我这次的贵州之行也正好把5个世界遗产都走了一遍。贵州的4个世界自然遗产包括荔波喀斯特、赤水丹霞、什柄喀斯特，还有这个梵净山。其中梵净山也是贵州唯一的独立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。现在往红云金顶的方向前进，这段路比较平缓，中间经过了几个寺庙建筑。梵净山也是中国5大佛教名山之一，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寺庙。哇，现在爬红云金顶的人越来越多了。看，下面山腰上密密麻麻地排起了队。矗立在眼前的红云金顶，下面有一个开阔的休息地，很多人在这里吃饭，补充能量。这个红云金顶的海拔大概是2300多米，这座山峰拔地而起。回头看看走过的路，这个山上今天有特别多的蜜蜂，到处飞来飞去。现在开始爬红云金顶。看资料介绍，梵净山的价值不能用我们平常看待名山大川的方式。梵净山真正出彩的不是外形，不是宗教，而是它所孕育的生命。梵净山如同一叶孤岛，伫立生灵，繁衍存续。没想到今天登顶竟然排大队了，因为登顶的路上有一些地方几乎垂直，而且只能1人通行，所以比较慢。今天登山的人真的很多，不过这样慢慢的走也不用担心爬不上去了。就剩最后的100多米就登上这红云金顶了。如果是跟旅行团来有时间限制，恐怕还登不了这个山。看这前后多少人！不过今天的天气真好，前面终于挪动了，开始爬山了。这次很幸运，正好遇到了一个园区的小伙子，他帮我用手机从背后拍了爬山的过程。跟着我来体验一下这个红云金顶的爬山过程。这一段垂直高度大约100米，几乎都是陡峭的石阶，不过旁边都有铁索和护栏。
非常顺利地爬上了红云金顶。这个山顶被一分为二，有天桥连接，两边各建一庙，一边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一边供奉的是弥勒佛。从红云金顶可以看到对面的老金顶。其实有很多60、70岁的老人也都爬了上来，到山顶来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。上面是老金顶，蘑菇石。今天算幸运，看得非常清楚。梵净山遇到晴天机会并不多，很多人都是大风大雨大雾爬上来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不过今天实在是天气太好了，可惜看不到云海了。你想干嘛？下山是从背后的一条路，也非常的陡峭。很快就从红云金顶下来了。这里有一个宏大的寺庙，叫承恩寺。进寺庙简单看一眼。从承恩寺这里往前继续走，就可以到达缆车站了。如果在梵净山坐缆车，加上徒步登顶，总共的时间大约4小时。红云金顶看似非常垂直陡峭，其实攀登的难度并没有想象的大。像我这种腿脚有伤的，也是第2次来爬梵净山了，感觉这一次觉得更加容易。尤其是看到山顶有很多60多岁的老人，还有200多斤体重的人都爬上去了，所以不用担心梵净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。所以下次来贵州，大胆的来爬梵净山吧。今天从普者黑开车来到了云南坝美，路程3个小时。
重新开放的坝美世外桃源景区，门票加景区交通车加船票180元。景区的交通设计包含了2段景区交通车和3段船票。现在从景区门口坐景区的交通车去码头。坝美的景区设计实际上是一个大环线，首先坐景区交通车绕到最终点，景区交通车开了半个小时，现在来到了码头。码头所在的地方叫出水洞村，这个就是码头，可以看到山底下有一个巨大的洞。一会儿我们将坐船穿越这个巨大的洞，去到山中的世外桃源坝美村。以前的坝美村因为交通非常不便，几乎与世隔绝，里面的村民基本都是壮族。游船开始开往洞中，这个洞高达几十米。可以说，这个出水洞村的巨大岩洞是这个景区的一大特色。去到坝美村，必须要坐船从这个洞中穿越。这个洞里面是非常黑的，船大概开了将近10分钟。中途有一个洞透出了光亮，这个洞不是出口，船开了10分钟，终于前面看到了洞口。洞口外呈现的美景让人非常惊叹。这里就是世外桃源坝美村。游船放下了我们，从洞中返回。坝美村景区其实不大，就是一个村落，但是为了更好地享受这个世外桃源，我们决定住在这里。据介绍，这个村子大概有120户村民，目前有不少对外开放的民宿和农家乐。这个坝美村可以说是整个被群山环绕，自然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这里正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这里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
所以山形非常漂亮。山间的平地上开满了油菜花。我和同伴订的民宿就在这里的最好位置，民宿前开满了鲜花。就是这间漂亮的民宿。以前的坝美村都是比较简陋的民宿，现在重新开放了，有2、3家条件非常好的民宿。我订的这家民宿也是这里条件最好的，价格比较贵，最低的也要400多。因为疫情和淡季的关系，老板非常慷慨地给我升级到了这间最棒的房间。窗外的风景简直太美了。这大概也是我住过的卫生间最大的了。也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个隐秘的坝美村竟然有条件这么好的民宿。现在到坝美村去欣赏欣赏这里的绝美风景。现在也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时节。行走在这样的世外桃源，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坝美村位于云南的广南，虽然现在景区的套票是180，但是还是大大方便了游客来到这里。因为以前必须要先骑马，再划船，才能够来到这个绝美的世外桃源。而现在有很多的景区直通车可以到达这里。现在沿着景区的外围步道走一走，坝美村有一条河流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开满了油菜花。今天的景区人非常少，感觉又是我包场的感觉。现在来到了村子中心，梨花也开了。这个是村子的广场，坝美广场。这些都是村民的房屋，估计都可以当作农家乐住宿了。村子中心一棵巨大的榕树，风雨桥，村民在菜地里收割完毕，返回来了。